为这个人只会躲躲闪闪，但对方却丝毫没有露出厌烦的表情，反倒是很热情的样子。我们去餐厅吃饭吧，听说这家酒店的海鲜不错。戚薇坐到了阳台边上的木质椅子上，他本想点烟，可却没找到打火机，应该是落在出租车上了。许鹤云淡淡笑了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打火机，递给了他，还客气地问：抽我的吧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戚薇惊讶地问道，接过了烟，一脸疑惑的表情。其实以前就会，只是这几年应酬比较多，所以养成习惯了。尤其是工作忙的时候，如果不抽烟，实在是很难熬。许鹤云说完，也点了一支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现在做哪个行业？他不由自主地凝视着对方依旧清秀动人的面颊来。我们公司是做国际贸易的，主要是食品、茶叶。科伦坡有一个大客户，老板在东京谈判，所以只好由我来签合约了。我们吃饭去吧，餐车的聊天让我觉得挺不自在的。俊朗的男人说道，这么封闭的空间，又是二人单独相处，他会有怪念头的。他不想再给许鹤云造成任何伤害了。许鹤云抬起头，理解的一笑。那走吧，今天我买单，要不我可不会答应你的。同样是男人的身份，尽管他与对方在生理上差别甚大，但他在社会角色上仍旧是男性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戚薇的不自在又增加了几分，让受方买单可是他的禁忌，但现在的他可不是所谓的一了，因为他早就脱离了那个混乱的圈子。两人并肩走出客房，来到了楼下的餐厅。小峰考上音乐附中绝对没问题，要是担心的话，我托人走走关系好了。戚薇知道许鹤云爱孩子胜过一切，他也想尽力帮对方的忙，更何况他一直在怀疑小峰与自己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。不用，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。你们要孩子了吧？许鹤云问道。或许人家的小孩早就出生了，只是不愿意曝光而已。戚薇听到这个话题，就像瘪了的气球似的，无奈地回答：一直想要，可努力了半天没结果，父母很着急，把我们当成药罐子了。其实谁都没毛病，估计是看我坏事做多了，老天爷在惩罚我。你们可能是太紧张了，加上你经常出差，多抽点时间陪你妻子就好了。估计这家伙还在外面忙活男人，总把老婆撇在家里，把精华都给外人了，能有孩子才怪。我每个月只有3-5天在外面跑，其他时间都在上海。不是这个问题，说了你可能不相信，我早就不在同志圈里混了，现在可是个彻底的居家男人，下班回家2点一线。戚薇苦笑着说，他不想博得许鹤云的同情，只是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已经彻底改变，不再是那个没责任感、没节操的死一了。这是好事嘛，说明你成熟了。他没想到这个男人能变成好先生、正派人士。你呢，还是一个人吗？戚薇终于找到机会问他想知道的事了。他希望许鹤云能获得幸福。但我过得挺充实的，有时间就出去旅游、摄影，只要父母身体健康，小峰能成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许鹤云回答，这可能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吧。说来说去，人还不是为了一家老小在奔波卖命。但戚薇却不这么看，他想开导一下这个固执的家伙。只有这一点你没变，好像你生下来只为别人活着似的，是时候为自己考虑了，都不年轻了。所谓的幸福只是个感触问题，自己认为是幸福的就可以了。许鹤云说的有点牵强。